珠海航展的结束让很多人都觉得意犹未尽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珠海航展这才刚结束啊，中国军工就一路风尘仆仆的赶到了巴基斯坦，参加第11届巴基斯坦国际防务展览和研讨会。珠海航展没看过瘾的同志们，完全可以来到这里继续看，看到爽为止。目前巴基斯坦防务展是南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展会，没有之一。本届防务展有64个国家参加啊，包括中国、土耳其、欧洲、北美、南美、亚洲，还有其他地区的500多个商家。参展中心位置那都是重量级军火公司，而参与参观的则更是有64个国家的285名高级代表。而我国作为巴基斯坦最好的伙伴，展馆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了。其中出现了几款武器，那让印度人看了之后直接是脊背发凉啊！首先是 VT4A1 坦克装备的 GL6 主动防护系统。那众所周知啊，坦克就是个铁王八啊，前面呢有反应装甲，侧脸呢有炸弹装甲，屁股后面呢那都是有一队队的步兵，保证没人能从后面偷袭坦克。要是想对付坦克，最好的手段就是使用攻顶反坦克导弹给坦克做开颅手术啊！当然了，印度的阿琼坦克除外，那玩意儿你不管它自个儿开着开着就坏了。而 GL6 主动防护系统应对的就是这类问题。该系统由毫米波雷达阵面和拦截弹发射旋转台构成，携带2枚拦截导弹，可以有效拦截来自头顶、侧面、背后的导弹袭击。反坦克导弹可以说是坦克无用论的导火索呀，很多人就说坦克没用啊，一发导弹就给带走了。但是 GL6 主动防护系统改变了这一点，坦克的头顶不再是坦克的盲区和死角。目前印度方面装甲力量在技术先进性上是弱于巴基斯坦的，唯一的机会就是通过海量的步兵拿着反坦克导弹或火箭弹上去摸奖，再者就是通过占据数量优势的 T90 或 T72去堆死对手。如果巴铁大规模给坦克装备该系统，那么印度人的数量优势将会被抵消。第二个呢是飞行头盔啊，该装备有2个作用，第一是让士兵的头盔和导弹相连接，指挥导弹直接攻击自己目视中的目标。第二个作用呢，则是和飞机外面的感应装置链接，直接看到飞机机舱外面的情况啊。打个比方啊，正常情况下你开飞机的时候，低头看到的那都是机舱里面，戴上头盔，你可以直接穿过机舱，看到机舱外面的情况。这玩意儿属于就是官方给你的穿墙透视挂啊！可能有人说这玩意儿不是给歼20的吗？事实上经过改进的骁龙 Block 3早就可以兼容该头盔了。之前本虎说过巴基斯坦空军占质量优势的时候啊，很多人不屑啊，觉得印度怎么都是个武器大国。那看了这个就知道，非常治愈。目前全世界有同类技术的就只有中美。第三个让印度人背后发凉的是现身的霹雳15导弹啊！这款导弹有多厉害，老军迷懂的都懂。作为目前全世界唯一一款采用了双脉冲发动机的超远程空空导弹，该导弹射程超过150公里，能进行多段大角度机动啊！可以说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现役中继弹。这款导弹配合 AESA 雷达以及刚才说的这个头盔显示器，完全可以把印度军方引以为傲的阵风真的给打成一阵风，连灰儿都收不回来的那种。当初很多人都猜测中国会不会把这么先进的武器卖给巴基斯坦啊，但今天的航展证明了啊，巴基斯坦想买我们就敢卖。当然，本虎觉得中国敢把这种装备外贸化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们已经有更先进的导弹了。当然，中国参加航展的常客无人机，那自然也是不能不出席的。翼龙系列、彩虹系列、WG700等多个型号多系列无人机在本次航展中就有一席之地，其中 WG700 无人机那更是受到了巴基斯坦的青睐啊！这款无人机最大升限高达15000米，最大航时20小时，最大飞行速度可达500到800公里每小时，在一众无人机中堪称战略级装备，可携带导弹直接从拉哈尔起飞炸到新德里。最后就是本次航展上，印度方面已经证实了巴基斯坦可以自己组装生产 VT4坦克了。虽然目前巴基斯坦军事科技实力和部队精锐程度都高于印度，但奈何巴基斯坦国土面积小、人口少、后备兵力不足，防守的时候绰绰有余，但要是进攻，很容易跟俄罗斯一样被拖进战争泥潭。而 VT4坦克实现在巴基斯坦组装，也就意味着现在对巴基斯坦来说装备不成问题了。足够数量的 VT4足以保证巴基斯坦的士兵能在战场上减少损失，进一步扩大战果。
此外，本次防务展上，中国军工还展示了自研的指挥系统、电子战系统，前者能让士兵作战效率更高，不至于上了战场后跟无头苍蝇一样瞎转；后者可以确保自己的一系列电子设备能够正常使用。为了支持巴基斯坦这次防务展，我国甚至还给部分厂家部分装备进行了人化处理。就是不知道，如果巴基斯坦真的像之前珠海航展上的中东土豪那样一掷千金，印度人到底会怎么想？